既然卡希尔没有生命危险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这个你收下。1袋金币，这算封口费吗？这么点钱，还不够把我送给你的画收回来，诚意不够啊！也许就是你们2个新来的，把管理员推下去的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去把警署的人叫来。别去，我再回屋给你拿。你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宁愿花一大笔钱，不敢让警署的人过来，给老教授那么多薪水，不会也是所谓的封口费吧？譬如关于你那些死去和失踪的学生的真相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？他身上并没有血腥味，刚才的时间也不足够让他洗去。站在经营学院角度，这些的确是他不希望发生的事，可是他却很排斥警署或者调查局相关的人。反正你什么办法都试过了，比如那个封锁西校区的半吊子阵法，还不如找我。你也知道卡尔纳斯那边有多乱，看来站在统一阵营反倒更容易撬开他的嘴。要是解决了，以后佩斯学院的分红要给我一部分。您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眼下你还能找到谁帮你呢？算了，我现在也是走投无路了。佩斯学院是我妻子一手创建的，她在5年前病逝了，因为与父母的关系不好，她把遗产留给了我。就像你说的那样，3年前那次可怕的案件改变了佩斯学院，眼看学校经营不下去了，我就象征性的感谢了验尸官，很快就像我希望的那样，迅速的结案了。不过几天，老教授突然找到了我，原来是因为学校开始闹鬼，他身体不好，想要辞职。他辞职了，我从哪里找人呀？只好给他加薪挽留他。清洁工在案件发生不久后就开始神志不清，我只能把他留下来。我和老教授开始翻阅书籍，他从古籍中找到了这个方法，作为代价，只能把西校区封锁了起来，困住了那些可怕的亡灵。把枉死的冤魂困在一处，这不是养蛊吗？要是贸然放出来，不知道造成什么意外。本来以为事态平息，结果最近又有孩子失踪了。这事儿不简单啊，也许我该要更多的报酬才行。还能再商量吗？一条女士手链，手上还留着刚烧过的灰烬。晚上她可能因为这个和清洁工吵架，还问清洁工是从哪儿拿来的。很普通的款式，肯定有特殊的意义。什么人会想杀她呢？如果卡希尔就是写匿名信的人，那么可能是凶手察觉到了他的身份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凶手就还在学校里。这是在配药，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事要做，真辛苦啊。每晚都要配好第2天早上的药，已经配了3年，都成习惯了。先生，一份是给老教授的，一份是给校工的。老教授已经3年了。是啊，3年前病情突然有了好转，没想到最近又变得严重，不知道这次能否熬过去。我来替你送过去吧。真的吗？真是太感谢您了。这么巧？开门有什么巧不巧的？你们说了什么？我们达成一致了，校长先生为了他的学院，愿意全力配合我们。你是对他屈打成招了吧？怎么会？我可是绅士。大家都不容易啊。我和他说，我们搬离卡尔纳斯的真正原因，是因为我们不被世俗所容纳，可歌可泣的师生恋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这可是让对方信任我们的基石，要配合我。你是不知道，这个校长多排斥警署的人，更别说黑羽了。啥时候说正事呢？作案如此草率，是因为他来不及继续等待了。石那话意味着重生。3年前的那场悲剧，也许是凶手用他人向恶魔献祭，祈求着某样东西。那个偷走了本不属于他时间的人，是该受到惩罚。那后来的失踪的学生呢？明明没有到献祭的时间，却有学生在封闭的学校展览馆内凭空消失，不是那个病殃殃的老头可以办到的。看样子，那里的怨气比我看到的还要重啊。
我取来了西校区地图和那些学生的入学档案。失踪的学生和之前死去的学生生日相同，有什么发现吗？这也许不是巧合。以前也有过类似的事，他们在寻找替身，然后在死亡的那天回魂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被灵魂附身的玉米娃娃怎么跑出来了？我好像忘了把那个挖出来的埋进去了。这种事你都能忘？那你当时怎么不提醒我？还不是因为你当时突然……我当时……哎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接着说呀。算了，我根本就不想提。这下麻烦大了。他似乎是在找入口，大概是在找更合适的躯体。听着，校长先生，为了你和学生的安全，立刻去把楼门锁起来。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，如果贸然让这个跑出来的怨灵消失，那原有的仪式就被破坏，积攒已久的怨气就会像找到缺口一样出现，会惹出更大的麻烦。不能让学生遇到危险，必须在天亮之前解决这件事。差点忘了那家伙。等我一下，这是最后一个门了。教授，看好他，省得再惹出什么乱子来。那你们呢？当然是去展览馆。情况不太妙啊。不像是名画，更像是学生作业。那个校长妻子生病，大概是把很多收藏的名画变卖了，用他学生的画作顶替了上去。奇怪，那些灵魂躲到哪里去了？总要有个去处吧？难道在雕像里？什么都没感觉到。喂，你别随便摸来摸去的。这里的气息很混乱，用手触碰是最快找到他们的方法。好啊，到时候被扛回去丢人的可不是我。泰伯，你看这幅画是老教授画的。这是……这是画中幻境。刚才把我拽进来的那个人呢？落下来的时候就和这里融为一体了。也许之前失踪的学生也在这里。也许吧，赶紧找到他们，离开这地方。嘉兰，人呢？嘉兰，怎么样，黑泽尔？哎呀，就不能夸夸妈妈吗？不对，这里是幻境中的陷阱。你就这么看着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死，就像当年一样。虽然是自己的样子，可是看起来真讨厌。